价值100万的宝马 M3 小跑车，在经历的大事故之后，被强子用3万5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的受损情况相对严重，前面的保险杠直接被撞掉，内部横梁也接近报废。另外，这辆车和之前的超跑不同，发动机是在前端的，在遭受这么强力的一撞后，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强子心里也是有点忐忑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一直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，他决定主动出击，将前端简单处理了一下后，给发动机里倒了些机油进去，接着来到车内，小心翼翼地拧动了钥匙。让他感到惊讶的是，车子竟然真的能发动起来。不过由于冷却系统不完善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他试了一下之后就赶紧关了。现在内心的疑虑已经被打消，强子开心地把车子转移到拖车上，完成后还不忘耍一下帅，对着镜头单眨了一下左眼，看得我差点把晚饭吐出来。目前车子已经就位，经过1天1夜的长途跋涉，他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的车库，这才能仔细地查看一下车子的情况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它不仅前端受损，尾部的情况也有点糟糕，保险杠上面有很多划痕，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强子对这辆车的喜欢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辆宝马的尾灯设计独特，它是采用的3D 立体设计，上面红色的部分是凸出来了，尾部的线条元素结合这个设计，让整车看起来更加动感。当然，你要是以为这就完了，那你可就太天真了。当强子打开车门之后，内部情况就完全暴露出来。这时我们可以发现，前排的2个座椅全部由碳纤维制作而来，看起来非常高级。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么做有点本末倒置，与其将座椅弄成碳纤维材质，不如优化一下车身的套件，在减轻重量的同时做到符合空气动力学，能大大的提升车子的性能。当然，肯定还是有人喜欢这种设计的。而且随着镜头的移动，一个竞赛轮毂也赫然出现在眼前，这种充满攻击性的设计也是强子梦寐以求的。但这辆车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。当他打开主驾驶座的车门时，里面的胶条直接掉了下来，线路也暴露在外面。要想将这里修复好，需要把内饰板完全拆下来，万一里面又出现了线路短路，那可真是太麻烦了。至于车子的内部，肉眼可见的气囊全爆，尽管里面都坏成了这样，咱们的强子却依旧乐观，因为此刻他已经被碳纤维内饰所征服。想象一下，你开着这辆车，拉着你朋友去兜风，在车里还能对碳板进行吹嘘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现在强子已经对车子的优点有了大致的了解，接着他又来到车头，这部分的情况属实惨不忍睹，冷却液漏了一地，中间的横梁也变得扭曲，大灯更是支离破碎。之前在翻新奥迪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说奥迪的车灯非常贵，不知道这次的宝马怎么样，修复的成本会不会很高？现在他已经对车子有了全面的了解，在开进车库翻新之前，强子先把车子清洗了一下，看着全车被浸湿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，万一碰到了什么线路，到时候烧了可就完蛋了。不过随着清洗的结束，这辆车看起来确实干净了很多。就当强子要把车子转移到车库时，突然就又发现了新的问题，那就是右前方车轮处的悬挂竟然报废了，使用万向轮也无法支撑起来。从视频里我们也能看到，轮胎直接内扣了进去，看着有点软趴趴的，估计到时候需要花大量时间去修复。当车子被转移到车库后，强子根据刚才的统计，大致计算了一下这次翻新的成本，光是买零件就得花费1万5美刀，再加上给车身套件喷漆等工作，满打满算估计要2万，这也符合他的心理预期。接着强子就开始进行拆卸，他先从一侧的车灯开始，虽然这个车灯表面看起来成色不错，实际上后面的连接很松散，简单摇晃里面还有异响，估计是已经报废了。与此同时，出于方便起见，强子又拿来了一个塑料袋，在上面标记了螺丝的尺寸，要把在车上对应的螺丝都装进去。从这个细节我们也能发现，他是一位心思缜密的人，这个优点值得我们点赞。另外，尽管上面的螺丝很好拆，但到了下面的横梁上可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只见强子用一根钢管，上面套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一来一回的震荡，这个工具狼叔也没见过，不太清楚叫什么名字。不过从操作的模式来看，原理应该是利用了惯性。如果屏幕前的你知道怎么回事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。这一步完成后，强子来到了散热器前面，想把它拆下来，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意外，里面的冷却液直接漏了出来，把不知所措的强子吓了一跳。而且这个散热器的背面扭曲严重，必须得换一个新的了。现在强子的首要目标是把前面的横梁拆掉，在他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下，总算是拆掉了。这部分受损确实比较严重，底部扭曲的非常明显，估计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帮助。不过强子目前不打算进行翻新，而是要继续拆卸工作，将所有有问题的地方都拆掉。你们别看前端受损似乎不太严重，但实际在拆卸过程中可以说是意外频出。前面的散热器强子还没怎么动，直接就掉地上了，他现在都不敢使劲，生怕前面全部散架。随着拆卸工作的逐步进行，此刻前端受损的零件被整齐地摆放在地上。接着强子和自己的搭档一起将机盖拿了下来。这时他发现了不对劲，那就是侧翼子板和车架的缝隙有点错位，看起来有点奇怪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两人拿来的一个尺子测量了一下两边对角线的长度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右侧的金属臂偏移了半英寸，后续调整起来非常麻烦，需要将前端的大部分零件都拆掉。接着强子来到车身侧面，先把轮胎拆了下来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轮毂方面并没有什么损失，应该也不用更换，但是里面的情况可就没那么好了，摆臂等零件扭曲严重，看来这辆车应该也是过坑了。他快速的将损坏的零件拆下，然后又把轮胎给装了上去。这里看得我很疑惑，要是后续做其他处理的话，不是还得再把轮胎拆掉吗？属实是有点画蛇添足了。
做完这些之后，他将拆掉的零件的数据采集，然后全部导入到电脑上，形成一些3D 的图片。这么做方便他选配零件，并预装上去形成效果图，同时还能生成一个完整的零件清单。这个网站确实很强大，简直就是汽车人的福音。要是之前几位翻新车子的哥们儿也知道这个网站，那他们的工作效率应该就快多了。经过几天的等待之后，这些全新的零件也就到货了。强子此刻正在快乐地拆包裹，大家可以猜测一下里面是哪一个零件。原本我以为是保险杠，可当整体全部暴露出来后，才发现是车子的前脸，材质用的应该是碳纤维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零件。强子将它们一一汇组之后，就开始进行初步的组装。这次的进度属实是有点快，他简单查看了一下这个散热器，确定没问题之后，就直接装到了车子上。另外还有一个前保险杠横梁，宝马的2个大鼻孔就是安装在这个上面的。现在车子已经成型，而且散热系统也连接完成。这次强子总算是能好好的测试一下发动机了。他先是给车子添加了冷却液，然后接上后面的电源。正当他想启动车子时，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，原来是地面上竟然有冷却液漏了出来。强子感到非常纳闷，之前自己明明检查过一遍了，而且该换的零件也全换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他顺着水流的痕迹，迅速找到了泄漏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裂痕，还好刚才没有把车子启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把这部分给修好，只见他用一个扳手慢慢的伸进去，将里面的冷却液全部排了出来。好在那根坏掉的管子构造相对简单，所处的位置也很方便拆卸。强子很快就把它拿到手了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管子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洞，想修复估计是不可能了，只能换一个新的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么做有点草率，应该等冷却液完全流开之后，再进行彻底的检查，万一其他地方有漏液还能及时发现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得到一个新的软管，他联系了不下5个经销商，结果收到的答复全是没有现货，最低需要等待6个星期，这让他感觉非常难受，于是只能选择买一套2手的零件。在等待零件到货的同时，强子还得到了右侧的一块挡泥板，他和搭档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先把这部分安装上去，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整理和调整，壁子板被完美的固定了上去，缝隙衔接的也很工整。要是将前端的零件都安装上去，这辆车就算是完成了。这时之前订购的软管也到货了，为了尽快发动这辆宝马，他快速的将其换装上去，然后重新倒入冷却液。这次强子算是长了个心眼，在把车子启动之前，绕着车身转了好几圈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，就让搭档发动了车子。这个声音听起来还算正常，只不过要是跟之前的兰博基尼相比，那还是差点意思。但大家如果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会记得里面的气囊全部爆开，从而将顶部内饰板撑破了。为了解决这部分的问题，强子又买了一套内饰顶板，不过很显然现在是安装不进去的，他需要把侧面的车门拆掉，然后取出里面的副驾驶座。好一番忙活后，总算将内饰板塞了进去，只要东西一就位，安装起来就非常的轻松了。强子按照刚才的拆卸步骤，将2个车门重新装了上去，现在车子的内部就恢复如初。至于外观方面的话，他将车子转移到了喷漆房，给前脸车身和机盖全部来上一层红漆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不错，看起来很符合这辆宝马的调性。等到表面完全风干后，强子将所有零件组装了起来，这辆宝马就算彻底完成了。